那么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说呢，这个台湾跟美国晶片要5-5分，一半在台湾，一半在美国。那卓荣泰说，郑丽君已经速度重申，不会答应，不会是怎样呢？那会不会5.5、4.5呢？然后46呢？37呢？那到底，美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那你到底有个因应的方法嘛？对不对？那你说不能，然后呢？那你其他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或是能，他给你什么条件呢？通通不知道就听你自己那边讲那说我们提台湾模式，美国反应不错。什么叫台湾能式？就是把准竹科模式整个搬到美国去，上下游通通去在里面设立另外一个竹科，就连根给拔走的意思啦那所以呢，像台湾的类就是像台湾的科学园区帮美国生产晶片那但是呢，你到美国就要有钱没关系，不用你美国出，我们银行来资助，来融资给他，而且私人公司自己出钱，供应链所以整个上下游都要去然后呢，美国的工程师的程度美国工人到底做多少事情呢？这个是3个难题，台湾要解决的那龚明鑫经济部长说，没有听说矽谷复制被掏空反而更强大。我们去以后，台湾不会被掏空，我们把我们的国力这个延伸到美国，我们会更强大好，那么听起来好像哇，这个很伟大那另外呢，这个网络就是你是玩文字游戏嘛，是民进党把我们的细盾拆光光原来是台湾有个细盾现在细盾跑到美国，那你还有什么细盾呢？那卢秀燕说，台中是有117家厂商已经放5星假了，台中那边冲击很大，什么工作母机机械业什么一大堆。卢秀燕说，处理要快，不能再拖了不能再拖了那说呢，像这种类科学园区，不是这次郑丽君去讨论的，5月经济部长到美国就已经跟美国讨论这事情了。我们看一下。日本、韩国跟美国谈好的过程，结论出来之后，他们现在都有一点点不同的意志表达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谈得快不如谈得好，我们好好的谈，争取在最惠国待遇税率上面不再叠加的一个最后的结论，同时也争取并同232条款磋商之后合理的一个待遇。矽谷很成功，那大家都想要复制矽谷或连接矽谷。那但是也没有听说矽谷因此而被掏空，反而更强大。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科学园区的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友邦甚至于跟他们有更好的连结来制造。我想对于台湾的科学园区的发展，反而是更正向的发展然后你，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事情就是说，从我们过去4月多我们在讲所谓的川普的这个关税审判日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川普这个关税最有可能造成的，就是在各谈判中的结果会造成供应链的转移。那这个供应链的转移，如果是因应着所谓的税率不一样而转移，那个叫市场机制。但如果是刻意希望某些产业去，那表示什么？这表示美国对未来的整个 AI 新时代里面供应链，它怎么去做 placement， 跟它美国制造，它有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一点坦白讲，我觉得身为台湾，身为我们大家做商人，那我们配合所谓国际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你同时把台湾的战略角色一起放进来看的时候，那这就是让人担心的地方。从张忠谋开始讲说全球化已死，从过去这个史德里格兹他们很多人都去讲说，所谓的这个台海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供应链安全论，所谓戴尔防治冲突理论，我在节目上也讲了快10年了。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彻底的被破掉了。那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还能够怎么做？还有就是美国现在在做这些部分，那会对我们的整体战略有多大的影响？这包括我们刚才谈的潜艇，包括一开始大家在谈说美国整个国防战略的转变。美国国防战略转变其实很妙，是出自于政治影响军事，是因为 Fence 一直在讲说，美国国内的治安跟国内的反毒战争远比外面的重要。坦白讲，这个论点我个人是赞成的。这就像李鸿源讲说，台湾的国土安全韧性远比国防的这些部分重要的多，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
local 的事情毕竟还是重要的。那刚好配合上川普的外交政策里面，希望减少外国的驻军这件事，所以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说，美国现在整体的国防战略是完全收敛下来的角色。而美国过去其实也有内部，其实在军事上也有一些讨论，就是与其我派那么多驻军，还不如把全球即时打击的这整个系统做好，那反而它的威慑能力是更强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做这样的一个战略收敛，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再看到他要把我们过去赖以为安全的细盾开始往美国去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政府现在不能够只是就说欲盖弥彰去讲，就是说，哎呀，你放心啦，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台湾模式啊，台湾模式。过去大家在讲模式是在讲新加坡的苏州模式，也就是说新加坡带着他的厂商去苏州，然后赚了很多的钱，那是在帮大家赚钱。那跟国安这些东西，它还是要拉在一起。民众现在 care 的是，如果我们东西都去了，那没有去的怎么办？对，如果我们都去了，那未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要保护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成本理由就少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政府除了讲这一块以外，包产业这一块以外，他也必须要跟大家讲，国家现在面临到美国这样整个战略冲击里面，我们的因应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捍卫中华民国？我长话短说了，因为最近中央比较得意的可以拿出来说嘴的，就是所谓类科学园区啊，说美国出土地这个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有2个优点，对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说由完全被动被宰割变成主动权多少在我手中，还有第2点呢，就是说时间拉长了嘛，时间拉长到底会越长更多会变成怎么样，这很难说。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郑丽君能够达到说好，老美接受类科学园区，然后呢，我们对等关税28%变成15%。没有叠加232，没有刻意的为难我们。如果这些都有实现，那我觉得这个交换是可以的。我要给他鼓掌啊，厉害！你厉害！不，你听我讲完，但是你觉得这个 Lady 能够斗过 Vincent， 能够斗过 Lieutenant， 能够斗得过川普，能够轻易的答应说，哈，你们类科学园区来 Texas， 然后这些我都听你的，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佩服。但是呢，我也不像很多人讲说，哎呀，长远会怎么样？因为长远的事情把它拉进来，跟目前的危机相提并论了。其实这种是一种不平行的 argument 的争论，就没有什么意义。民进党政府要正视一件事，从8月1号开始，我们跟主要竞争国的那个差别税率已经造成，这个再拖时间下去是很危险的。不是，基本上就是说他这样讲的不清楚嘛，不明不白，就是你这个类科学园区到底规模有多少？规模多少是很重要嘛？你这么小小的，跟你哇，这个很大的都不。我老美也会问啦，就像当时最早的时候没有说55分哦，只是说川普说只要到美国来设厂的这个半导体，我们就不课税。我说川普不会这样讲的，他一定会说你来投资多少，假如你在海外这个1亿美金到美国来什么100万美金，我就不课你税啊，哪有这种事情？他一定会比例多少，后来接下来就是55分嘛，你没有55分我就课你税嘛。那现在好，你去设类科学园区，老美说很好来啊，你规模是怎样？你要生产多少？你的产值是多少？他一定会问美国，不是笨蛋啊，他聪明的很。美国一般人也许脑筋没那么好，但是他那个顶尖的人脑筋是很厉害的，是很棒的。那另外一点呢，为什么美国现在变成这样？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以前强大了嘛。以前美国多有钱啊，全世界都穷，他有钱。现在其他很多国家慢慢有钱起来，美国很穷啊，双赤字啊，这个也赤字，那个也赤字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去照顾到全世界，这是他目前面临的困境嘛。休息再回来，要大家照顾。那么，总统泰、主理法院，你们赶快通过特别预算，让全民享受自己努力的经济实力。哦，没有我发，要我普发，赶快通过啊！让我夹带一些东西进去，看你要不要通过啊？那另外呢，有人说花莲赈灾善款会被挪用，因为以前他们就说高雄什么气爆啊、善款有些被挪用啊等等。总统泰说一定用于灾民，绝对不会挪用啊。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打算编200亿追加预算来补助重建。灾民说希望能够国赔
哦，你光编了个半天，我们拿不到也没用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陈柏惟大概有说了啊，说你去到国军到房里面去，万一人家有私房钱，到时候意思是说私房钱不见了怎么办哈？那国民党的发言人呢，杨志宇啊，他把这个他讲的话逐字打下来。陈柏惟说：“用心良苦，使人感动，感什么动啊？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国军救灾挖到私房钱，那私房钱到哪里去？被轰。陈柏惟说：我是讲是过去啊，你们哪个字看不懂？哦，我说过去啊，哦，过去曾经有这样子啊，意思呢，我没有讲说现在啊，那你讲过去干嘛呢？你不是就是怕现在吗？啊！那另外呢，这个陈柏惟质疑挖到私房钱怎么办？马文君就说：啊，你欠救灾弟兄的道歉。”哦，现在有2500，派了2500个国军，我认为是不够的了。派2500个国军，那如果到房里帮忙，然后到时候钱丢了怎么办？我有私房钱，到不见得怎么样，那怎么办？你不是侮辱这些救灾的这个国军弟兄吗？哦，那顾立雄说：“哎，我没有注意到他讲这个话。”有记者问顾立雄啊，你们国防部的这个派部队去了，到时候被这样侮辱啊，说会偷人家钱啊，那你国防部长怎么讲？啊，我没特别注意啊，他讲了什么我没听到，看一下。我9月11号就送来了，到今天已经快1个月了。普发万元到底谁在拖？卓荣泰这意思就是在说着锅他不背。就是一开始你提什么违宪，后来又排户，弄到后来就加了一个什么不要领了一个选项，对不对？那个只是言而已，没有加在这个整个现在5个选项当中没有。对啊，我现在送了没有嘛？就当初你说的严厉嘛，对不对？9月11才被骂嘛。只是两人唇枪舌战之际，还是要有人给答案吧。毕竟一度传出指行政院在普发现金这个时间上可以发而不发，这有所误会。我们在提出整个强化韧性的特别条例之后，今天才要到立法院来进行强化韧性的特别预算。只有这个特别预算通过了以后，国家才能进行普发现金。再次重申，行政院没有拖，那10月底到底有没有机会拿到钱？最晚在10月17号应该可以3读通过了，接下来反而是你这边的。大院审查的程序快，我们就会加快。但是如果是11月17号到月底只有13天，中间还有连假。好，我们希望能够更充分的准备。你现在就赶快做啊，包括 ATM 柜台机这个，会的，还有整个测试，不用急，我们会很快的做。行政院一直有卖关子。杨慧。我觉得这个1万块哦，真的已经是讲了非常非常久了。我今天看到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在立法院的这个回答，我就想说，那他如果第一时间蓝白提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它做了，就不用大家一拖再拖嘛。好像讲的都是蓝白在拖，是蓝白提出来，你一拖再拖。哎，我就一直讲说，哈，这个1万块哦，从一开始的违宪到现在，在行政院口中的这1万块已经转型，而且还优化了。他说这个1万块可以扩大内需，还可以这个加强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民生的这个韧性哦。所以杯几的1万块钱哦，这个之前跟之后的卓荣泰讲的这个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哈。那我觉得讲到救灾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口水真的还是太多了哈。因为我们的救灾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要探讨起来哦。现在这个200亿的这个预算的这个补助的部分是行政院这边提出来的哈，那当然这个包含这个所谓的这个检调啦、监察院啦，在这时候通通都冒出来了。对这件事情呢，很多都停在这个到底有没有撤离这件事情在那边 argue 哦。但事实上哦，如果真的大家去细究这个事情哦，这一些撤离可能可以撤离的更早更好，或者是根本就可以不要有撤离这件事情哦。大家知道，在这个徐县长哦，其实在2个月前，其实在7月份台风很多的时候，徐县长已经在跟行政院卓荣泰的很多次的这个灾害的这个会议上面哦，已经提出很多次，他希望这个中央这个卓院长这边呢，可以特别来注意这个堰塞湖的部分哦。那包含在8月份在立法院里面，就是在党团协商的时候，其实都有委员提出来这个堰塞湖的这个危险性，也希望哦这个农业部这边可以立刻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哦。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事情一拖再拖，都没有来做相关的处理，一直到8月23号事情9月23号事情要发生之前，才开始要准备而且原先的预估也差非常的多才准备要来做相关的一个撤离哦。那
那我觉得现在在灾区现场的状况，包含就是有关这个赈灾款，因为不管是人力的部分或是赈灾款的部分，其实台湾人都非常的有爱心啊。哈，其实从921之后，我就发现台湾人的这个爱心是很容易，就是很立即的送到这个现场去哦。那对于这个第一时间捐入在这个赈灾基金会里面的这个捐款，目前已经累积到7亿多元。大家当然也会想知道，因为我过去是做捐款监督的，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有关捐款怎么使用哦。当然，这个募款的单位他绝对有责任，应该来告诉大家他钱要用到哪里去。除了台湾人的爱心之外，我比较想看到的是，行政院现在在这个花莲的这个现场，是不是已经有相关的盘点来做相关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盘点哦？因为你要有做相关的需求的盘点，不管是租屋要不要做相关的一个补助，或现场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重建，都会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蓝图出来，这样子来跟这个国人来报告，就是说你的这个赈灾款到底要来怎么样来做使用，才能够取信于民众哦，才不会。我今天看吴思瑶委员的这个质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想讲一件事嘛，他现在就是他今天鼓励这个刘世芳提告。好，提告谁？提告国民党。好，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有造谣，就应该去提告，这是他们在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灾害的现场来看，灾区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每天在搞这些口水。小妞，这个今天立法院大院就在进行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那下礼拜财政委员会的议程也排了，就10月8号、10月9号在财政委员会就会进行特别预算的复位审查。那因为之前大概的方向在条例审查的时候，其实大体上都取得共识了，所以我个人对于预算审查的节奏来讲，还算比较有信心。这个因为我想不分，应该说在野发动，本来就希望越快越好了。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提醒一下了。这当初我们在通过特别条例的时候，这个卓院长还说要释宪嘛，不排除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释宪嘛。然后现在又改口，变成让全民享受经济实力。但我要纠正他一下，这当初要普发1万，是因为因应关税带来的一定的一个冲击嘛，你至少要安定民心嘛。那现在不要吃政治自助餐了，先吃释宪自助餐，然后你现在又在那边还要在那个地方偷渡，然后把民进党短期的荣景讲得非常好。我也要提醒民进党政府，这除了普发现金1万块以外，你还是要解决核心的问题嘛。核心的问题就是谈判的结果到底如何嘛。现在才开始要呈现这个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嘛，因为你前面在争论谈判结果还没有定，大家会有一个短期的预期心理，所以他会超额下单等等，所以一时之间那个出入口的经济数字会很好看，没有错。但是到了关税正式上路，也就是8月开始，你才会看到所谓的裁员、失业、无薪假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效应才要开始，人心惶惶的时候才刚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搞大内宣了，赶快解决问题才是关键。那现在谈救灾，另外一个是到底为什么会卡在我们这边？现在希望提特别条例啦。那行政院讲说追加预算比较快，是啊，我们当初也觉得提追加预算比较快啊，但他就坚持提特别条例嘛。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啦，就是说你丹那斯风灾的时候你提了特别条例嘛，你南部受灾县市严重的时候你提了特别条例。那现在花莲同样遇到很严重的状况，你讲特别预算，那特别预算你科目用途是否符合需求都不清不楚，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好的共识。核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就是因为朝野的冲突嘛，你中央政府跟花莲县政府这个地方完全的没有互信嘛。那我也希望在这样的这个当下，大家赶快搁置争议，好好针对内容来进行讨论，采取最快速而且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尽快把这件事情圆满的处理。就大家对花莲真的是真的很同情了哈，捐款也已经很多钱了哈，然后产值大捐也都去了哈，大家都关心那个地方，但是呢，中央跟地方到底怎样？休息一下再回来。老子有钱，逆战赛特，业界最狂10万倍！老子有钱周年庆，送宾士再送 BMW， 加码再送 iPhone 17。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少康战情室。好，曾委员纪连成说，光复的花莲灾区家户都已经垃圾清出来了，淤泥清出来了，所以要恢复市区道路，中秋节以前啊。那国民党就说，内政部延误撤离13小时，哇，13小时如果延误的话很严重哦。所以呢，他把救灾的时序列出来，一个个列出来，轰内政部长刘世芳失职这边有个时序啊。那刘世芳昨天当然不承认了啊。
那个林涛就说刘世芳你应该辞职啊，然后调查，你现在在任上怎么调查你呢？正常根本不可能调查你啊啊！那李鸿源说马太安溪还有2亿5千万吨，一吨是1000公斤呢，2亿5千万吨的泥沙还没有下来呢，哦，所以呢他说豪雨或地震会有2次的堰塞湖，就怕下大雨，怕地震哦。那花莲又经常下大雨，台风经常从那边过来啊。那所以呢，会不会再现堰塞湖？因为之前的堰塞湖200公尺高，唰，现在只剩下80几公尺。原来9100万吨的这个水，现在只剩下600万吨。但是会不会泥沙下来又筑成堰塞湖，或又筑成一个新的堰塞湖，都有可能啊！哦，台湾其他地方有30几个堰塞湖哎，所以呢，中央还没有讨论这个议题。中央之前是搞大罢免，忙啊，7月啊、8月在忙。那后来呢，该处理也没处理。那现在该处理了。哦，现在又什么救灾啊、善后也没去讨论这个堰塞湖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李鸿源说形成几率到底高不高？第2次，那中央说会采加固堤防、疏导堰塞湖2个措施，一方面疏导它，一方面把堤防加固哦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有一个8月份的会议记录曝光了，说堰塞湖只用沙包堵，所以呢，光复乡长当中就警告说最怕溃堤，一语。没想到真的成灾了哈！就乡长昨天我们有讲，他说8月他就警告了，哦，但是呢，你现在只用沙包堵有什么用啊？沙包能挡什么东西啊？哦，那农业部长说不要用片段讯息揣测啊，那8月你是讲片段，你要讲全面啊，哦，但农业部你不是讲这没有溃堤的危险吗？你不是说下面有1.7公里长吗？不是你讲的吗？那另外呢，这个农业部说8月曾建议县政府。及早提出撤离计划跟演练，所以人家跟你讲说你可能会溃堤，你可能那个堤防的破的地方，将来这样是从那边会水跑出来。那农业部说我已经叫他撤离了，做好撤离计划了，水进来就把撤离走就好了哦，赶快演练呢哦，所以现在就推责任嘛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马村长要告，说为什么呢？说用他们来打脸徐榛蔚。反正就现在侧翼啊、青鸟很多那边制造各种谣言，然后我们看一下。小山猫进到灾区协助清除淤泥，灾民们拿铲子清理家园。花莲光复乡持续灾后复原，来到第11天。不过在敦厚路后段，超过20户的民宅还有马路泥沙淤积还是非常严重，民众自己清了好几天，这2天终于得到志工协助。国军弟兄热血志工仍在大太阳下一铲一铲把泥沙带走。灾后第11天，已经可以看见马路。中央协调所总协调官宣布，家户部分中午以前已经全数清完，剩下道路部分要赶在中秋前全面完成。这2天天气应该还算不错，即便有小雨，对我们灾区的救援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后面在10月8号左右会有一个热带蠕动，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就怕再有降雨，巩固堤防作业4号上午就会完成。灾变中心要让灾民安心，正常的水量、水流不会再进入到这个光复乡、光复村里面来了啊，保证不会。来，这个晚会。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救灾的这个进度了哈，就是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就是说，因为国军也有进驻了一些哦，那总统也下令呢，要赶快在这个好像是中秋节前，要赶快让它这个完成了哈。那我想灾区现在目前的状况，除了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救灾救人，然后呢把这个房子恢复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一直我刚刚也再度强调的，有一个部分让整个生活可以重建。简单说讲白了，就是让我们的灾民他可以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哈。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状况哈？我知道现在在当时921有投入工作的一大群的这个老师们，现在已经着手在写这个生活重建的这个
个计划。为什么这个生活重建的计划很重要？因为现在全部的这个人力，包含中央、地方，可能都非常关注的还是以第一时间的这个救灾为主哦。但是等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淤泥开始都什么清出来之后哦，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活要恢复，这个中间的这个生活需求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盘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在过去哦，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民间团体其实都有来协助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想包含像社工，本来我们这个社工的部分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来介入，进入到这个灾区的现场，可能可以挨家挨户的来做一些需求上面的盘点哦，这样子可以有助于就是说了解真正的需求，就是灾民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来协助他们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啦。那我觉得有关于像陈柏惟他们在讲的这一些，像国军进到里面啊，会有什么偷私房钱的，我会有，我觉得其实现在很清楚哦，这个反正总统从国军可以进入民防，又变成不行进到民防，又变成可以进入到民防。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哦，其实是可以进到民防，就是现在灾民都会在里面嘛，哈，所以我是觉得根本就不用特别再去讲这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事情啊。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就是要协助灾区赶快可以怎么样恢复啊，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洪庭，我觉得晚会常讲说，我是一个很喜欢修法的人哦。对，从这整个灾情的这个状况看起来哦，我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应该要定一个法律，就是说，当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针对这个事件所有造谣跟所谓想要拿到所谓政治意图的人，这都应该要加重其刑啊。也就是说，紧急状况一宣布，你要去做政治操作，或你要造谣，你要去讲这些微博的，你们能全部闭嘴，大家全部认真的去做救灾。我觉得我们国家因为社群软体实在是泛滥到一个极致哦，我觉得真的适度要去考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完全同意。否则你看现在大家到现在一天到晚都还在吵这些，然后呢，造谣的有哪一个现在受到裁罚了？没有嘛？所有人都拿着这些所谓的这些灾民的痛苦，然后来做自己政治攻防的工具。我没有在特定指哪一个族群或这些，但我就认为说，定一个法律，该救灾就救灾，然后在这之中想要拿到所谓的政治利益的这些人，只要你讲的东西是错的，那基本上你要加重其刑，你要负责任，否则。所有的，我觉得每一次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在检讨说，有什么东西应该要做，有什么东西不应该要做。只要这些冲突跟这些所谓的互相的谩骂指责都仍然存在，而且声量大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不会有人敢认真承担事情，也不会有人敢认真去做那些很困难的决定，也不会有人想要去负责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就是说，当中央地方有2个指挥所的时候，我说，如果有2个指挥所，谁要负责嘛？一定是这个把指挥所把事情推过去，那个把它推下来，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救灾是很专业的事情，我们真的因应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国家面对所谓国土安全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可能，让能够认真有专业的人把他们的事情做好。其他那些不必要的这些，身为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有责任要把这些排除掉了。这个周荣泰答应要就责，我认为他说到做到，因为这件事情那么大，而且都留下痕迹，非常清楚哦。所以呢，溃坝谁的责任？还有梳理撤迁。谁的责任？500个撤迁跟8000个撤迁，谁下的令啊？到底做到多少？这个都可以非常就是很公平的去追究后来的责任。不过我讲到李鸿源啊，李鸿源实力专家啊，台大团队他意见也多啊，大部分人不敢反驳他讲的话。我觉得哈，上一次我在本节目你没有给我机会讲，我本来是要建构一套漂亮的讲法，我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但是更美丽的风景是这些产子英雄。但是我必须讲，这给大家一种爱的宣泄，而且非常的罗曼蒂克，非常的漂亮，没有话讲的漂亮。但是一个1万多人口的光复乡，进来了2、3万的志工，这本身不管是中央，不管是地方，应该公然宣布适可而止。你们的爱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要再进来了，这个没有人敢讲话。所以呢，因为你没有让我讲话，让我省掉一个
可能的灾难啊！我虽然是很勇敢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的勇敢也有我的上限。所以虽然我在脑子里头想要讲的话，我没机会讲啊，但是幸亏你跟我讲，我也不敢讲。但是李鸿源讲了，李鸿源讲说不应该进来这么多，说不应该在，他讲没事哦，他讲没事。但是对他讲说，现在有多少吨的泥沙2亿5千万吨，再会下来，再堵住，再成一个新的这个堰塞湖。堰塞湖，我不同意，因为原来的堰塞湖是一个短时间内。这个沙石啊、岩石啊，大块的崩裂，然后啪把你堵起来了。跟现在的泥沙，就在已经泄洪完以后的湖，然后随着水流这样下来，我觉得这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形成那么严重的一个新的堰塞湖，而且你现在有时间去想，可能情况在哪里？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泄洪的支流啊，一种管道啊。现在你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啊，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不要怕，好好的兵工团队赶快进去，该做的去做，把那山猫啊什么通通进去，把它弄好。我觉得责任是要追究的，像这种事情。中央跟地方都跑不掉。工兵团队老沈不是兵工，兵工是做枪的，工兵才是这个修桥补路。不过基本上了哈，基本上就是说他现在是怕了，再来个地震了就怕这样哦，或是台风来，他主要怕这个东西。如果正常情况应该是不会了。他讲是泥沙啊，对，这泥沙。